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人我行天下。上个月底，我们给自己放了个短假，去了一趟纽约，顺便在有名的哈德逊河谷附近住了3天，终于看到了期待已久的纽约州秋色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趟旅程。我们行程是先到纽约曼哈顿，因为纽约去过很多次了，这次除了探亲，主要就是在中央公园散了个步。那天天气很好，蓝天白云。虽说公园里的秋意还没到10分，但金秋的红色、黄色已经随处可见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到租车点拿了车，就一路往北，开进了哈德逊河谷。哈德逊河名气很大，其实不长，只有500公里左右。从纽约上州的阿蒂伦达克山脉发源，向南流过纽约州州府阿尔巴尼，再从哈德逊河谷流过后，最后在纽约港入海大西洋。1609年，英国的探险家亨利·哈德逊第一个发现这条河，所以叫哈德逊河。哈德逊河谷指的是从阿尔巴尼一直到纽约附近的杨克斯这一段。这块地方不光是风景好，在美国短短的历史上地位也是举足轻重。当年哈德逊河和伊利运河水系是美国最重要的运输枢纽。独立战争的时候，哈德逊河谷也是必争的战略要地。我们的第一站是个叫 Croton Gorge Park 的小公园，据网上说是赏秋的好地方，结果去了以后稍感失望，可能是稍稍错过了秋叶最高峰期吧。网上的卖家秀是这样的，我们看到的买家秀是这样的。不过这个水库还是挺漂亮的。第二站是打卡景点熊山 Bear Mountain，这里因为在河谷南边，离纽约很近，天气好的周末，爬山的人们是乌泱乌泱的。我们爬了大概有1个小时出头，终于到了山顶了。山顶有个纪念塔，塔附近有不少很不错的观景点。我们前前后后转了转，照了不少片片。唯一有点遗憾的是，今年雨水少，所以很多红叶的树今年没有那么红，偏褐色，不是那么上镜。那天天气很好，能见度极佳。我们站在山顶往南看，可以一直看到60公里外纽约曼哈顿的高楼。下山的时候，我们选了另外一条路，结果更难走，一共花了快2个小时才到山下。不过这条路可以看看熊山下这个湖的风光，而且秋色也不错。其实山顶是可以开车一直上去的，如果人不多的时候，山顶还有车位，开车上山也是很好的选择。我们住的地方是个小镇，叫海德公园 （Hyde Park）。订的时候没做什么攻略，住下来才发现这里是富兰克林·罗斯福总统的老家，算是个惊喜。这里有个罗斯福图书馆和罗斯福的故居。罗斯福家族当年也算是豪门，罗斯福的老爸是个律师，买下的这片地，装修了这座豪宅。后来罗斯福和老婆就是在这里谈笑鸿儒，生儿育女。我们在这里逛了2个小时，看了罗斯福家的马厩，他长眠的玫瑰园，还有很多金灿灿的秋色。当然，还在他家那个著名的会见伟人的后院草坪上照了很多片片，很推荐的一个地方。从熊山再往北开一点点，有个叫冷泉 （Cold Spring） 的小镇，很有味道。我们去的那天天气不是很好，但是感受到了另外一种云雾缭绕的仙气儿。一大早，我们先去的是 Cold Spring 旁边的 Little Stony Point，一个小石头山，突进哈德逊河里，从停车场走上去就十几分钟。山不高，但视野很好，看河对面的秋意浓浓的山林和两边蜿蜒的河水。从小石头山下来，往南走15分钟就到小镇上了。小镇真的很小，但是很精巧。镇子东边的那个教堂，还有西边河边的 Dockside Park 小公园，都挺漂亮。
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看河景，逗逗海鸥，挺惬意的。在哈德逊河谷 Cold Spring 应该还是挺有名的，很多纽约客周末就坐火车过来爬爬山，看看景。我们在河谷的最后一天走了个横跨哈德逊河的大桥 （Walkway over the Hudson），也是个我们觉得很值得一游的好地方。这个桥在海德公园镇南边5分钟车程，原来是个19世纪的铁路桥。1974年一场大火之后退役了。2009年这座桥被整容成了一个步行桥，满血复活了。可惜我们去的那天天气不好，只能在阴冷的秋风下感受那种落叶萧萧下的秋色。不过看看我们照的片，还是有点意思的。这里再给大家看看天气晴好的时候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在桥上还看到火车飙过，哈德逊河两边都有火车道，好像东岸是客车道，西岸是货车道。最后还有一个看秋色的地方是明尼瓦斯卡中立公园，也是大家公认的赏秋的好地方。这个公园其实很大，我们就沿着游客中心旁边的那个高山湖 Lake Minnewaska 转了一圈，风景已经很好了。沿途有好几个很好的观景点，也是秋色无边。不过这个公园稍微靠北一些，海拔又高，所以比熊山那里的树叶掉得早。我们去的时候，高一点的地方，好看的红叶、黄叶已经掉得差不多了。所以这个寻秋真是个拼人品的活儿，时节、天气、当年的气候都凑上了，才能看到个完美的金秋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观看。喜欢的话，请点赞、订阅、评论、转发。